萨瓦迪卡，捧次格拉卡，印地刀拉靠速长孔鹏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城华先生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聊一聊这台小踏板 Vespa LX 150。在正式开始之前呢，先说说我跟 Vespa 凑过的那些年。在2019年的时候，北京，我那时候骑的是一台哈雷 X48，车上是一条 Two Brothers 排气，虽然声音不炸呢，但是动静也非常的大。每次通勤呢、代步、买菜，没有踏板车呢，非常不方便。在北京呢，东风南路哈雷店的旁边就是 Vespa 的展厅。每次我保养的时候都会路过那个展厅，路过的时候我就会看一看 Vespa， 然后也当时了解过销售的车辆，当时销售的是春天和冲刺，那个时候的提车价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大概是42000块钱人民币，而且不是现车。就在我犹豫不定的时候，本田 PCX 150以 CKD 的方式进入了中国。PCX 150呢，是我很久之前就在摩托车杂志上看到过的车。然后之前呢，来到泰国的时候又租过这台车，所以这台车对于我来说呢，是一台非常满意的车。我就此错过了 Vespa。当然，后来也骑过朋友的 Vespa， 因为和 PCX 做对比，所以 Vespa 给我一种很不好骑的感受。直到遇上了这一台。Vespa LX 这个车型呢，在环大陆市场呢一直在销售，而在中国呢是2025年4月正式销售的。销售的版本呢是 LX 125和 S 125，分别售价是19800和20300。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，泰国推出了这台 LX 150，它的售价呢是101900泰铢，推广期的优惠价格呢是90900泰铢。白色和黑色纯色车漆价格会更低一些，因为现在汇率不好，所以这台车综合下来合到人民币也在19700块钱，包含了第1年的保险以及上牌照的费用。这样一对比下来，我认为不买这台车可能就有点不合适了。好了，我们来言归正传啊，聊聊这台车到底怎么样。首先从整体外观上来说 ，LX 作为最小车体的 Vespa， 整体复古的造型属于非常耐看型的，整体设计呢非常圆润。车身结构呢，也是 Vespa 最核心的特征之一。钢制一体冲压的车身，不同于大多数钢管焊接的这种踏板，它的特点就是刚性强，稳定性高。但同时呢，它有弊端，它的整车重量会比一般的踏板重10到20公斤左右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台车很笨重，当然骑起来也是很稳定的感觉。前减震呢，也是 Vespa 的标志之一，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机械亮点。它跟一般的摩托车不一样啊，一般我们的摩托车都是前面有2根减震，左边一根呢，右边一根，夹着前轮。但是你看 Vespa 呢，只有左边有一根减震，配合一根连杆一起工作。在前减震的设计呢，我个人认为有几个特点：一是比较好拆卸前轮，用于检查轮胎啊、刹车系统；还有一个呢，是在减震行程较短的情况下，也能提供相对线性的体验。最重要一点啊，它看起来真的很特别。后减震呢，使用是一个可调预载的单筒减震，无论是单人骑行还是双载的时候呢，整体表现都算中规中矩。我特意跑过清迈古城那种非常不平整、坑坑洼洼的路面，在这样颠簸的路面上，你会明显感觉到车体跟身体是一起参与减震的过程的。舒适程度呢并不高，但也谈不上差。当然，舒适度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减震，还有这个呆萌的小轮胎。这台车配备的前轮毂呢为11寸，后轮毂呢为10寸，前面的轮胎宽度呢是110毫米，后边的轮胎宽度是120毫米。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设计完全是从实用角度出发的。首先，稍微大一点的前轮呢，可以让直线行驶的时候更加稳定，遇到坑洼路面的时候应对这个路面的冲击，同时使用较窄的轮胎提高转弯时的灵活度。至于后轮呢，则选择更小而宽度更大的轮胎，一方面是整车设计偏紧凑，用更宽的轮胎呢，可以提高抓地力和承载能力。另外一方面，小尺寸的后轮胎呢，也为坐垫下边留出了更多的空间，是 Vespa 向实用性妥协的体现。轮毂的颜色根据版本的不同略有不同，一般纯色，比如说白色或者黑色的车身呢，是用枪灰色的轮毂，而彩色车身配备的是白轮毂。S 版本统一配备黑色轮毂。在刹车方面，这台车前轮使用的是200毫米的刹车盘，配备 ABS。后轮使用的是鼓刹，整体制动效果呢是一种懒洋洋的感觉。随着力度的增加呢，刹车力度也要增加，有一种够用，但是不好用。而前刹车可能是因为 ABS 自检的原因，一直有一种滋滋的声音，
发动机使用是和 Vespa 春天、冲刺一样的GET 154.8cc 的3气门风冷发动机，扭矩呢大概在 12.4 牛米，起步轻快有力，双载爬山上坡都算轻松，马力呢大概在12匹左右，极速可以到达100公里每小时以上。但是呢，怠速的时候还要比日系的踏板车抖动要大一些。另外，这台车在300公里的时候传动就发生了异响，应该是离合器咬不住碗弓导致的打滑。经过售后免费的打磨之后呢，依然没有解决。这个车的保养呢是首保1000公里一次，之后每5000公里保养一次。在 Vespa 中心更换机油的费用大概是1100泰铢左右，折合人民币200块钱左右。说完了发动机，我们来看看其他细节。这个车身呢是钢制的，所以你骑上一会儿之后呢，会有一定的温度。当然，这个马桶里边的温度就更高了。它和一般的车的马桶也不一样，可能是为了方便检修，它可以拿起来。但这里边特别的热，所以在我看来，不是空间够不够用的问题，这个马桶什么也放不了。但是如果你在中国北方的冬天，这个马桶就非常完美了，因为它是一个自加热的保温桶。加热口在马桶的旁边，盖子是这种塑料螺纹的旋盖，这个便利性真的不好，每次加油呢都非常的麻烦。另外一个通病呢，就是这个油箱不会自动跳箱，也就是说每次加油的时候，加油员都会小心翼翼地防止汽油喷溅。可能是因为泰国满大街都是 Vespa 的原因，所以加油员们很有经验。说完了加油口和马桶，要说一下上面这个坐垫了。灰色的坐垫呢是我喜欢的颜色，也算是一种尝试。可能因为以前的所有摩托车使用的都是黑色坐垫，使用钥匙直接在坐垫上的钥匙孔打开。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这个坐垫没有任何的阻尼。坐垫前方呢有一个隐藏式的挂钩，方便挂一些东西。但是这个踏板呢不是平的，中间的位置是凸起的。在最早的 Vespa 拱起是为了增加车身刚性。而在现代的 Vespa 中，比如说春天也好，冲刺也好，它们的电瓶是放在前面拱起的位置，而 LX 的中间，对，就是你看到的，只是为了延续设计而设计的。放脚的位置呢，是由多个橡胶制的防滑条组成的，防滑效果是非常好，姿势呢也算比较舒服，不管长途还是短途。但是它的弊端呢，就是这里边容易藏污纳垢，非常的不好清洁。另外，如果你要在踏板上放东西，你就会发现脚无处安放。车没有为后排乘客设计的单独脚踏，而是和前边共用这个踏板，这样呢就会有时候互相影响。在泰国人的使用习惯呢，是在车静止的时候，后排乘客的脚呢不踩上，也就是悬空的，在行驶起来之后再踩上。而我从越南网购了一个后排乘客脚踏，就解决了这样的问题。前面的储物盒空间并不小，但是可以使用的空间却不多，可以放一些小东西。自带一个 USB 的接口，可以给手机充电，但是功率非常低，充电速度很慢。车把的宽度呢是705毫米，这一点比春天和冲刺小了30毫米。实际体验下来呢，这个宽度控制起来非常顺手，手臂呢可以保持自然展开，不会太张，也不会太夹。长时间骑行的时候呢，肩膀和手腕都不会觉得累。另外，原厂的手把胶设计的非常粗壮，握感扎实，不打滑。车上的各种按钮开关呢也比较简单，左侧分别是远近光切换、转向和喇叭。因为转向呢离距离比较远，所以打右转向的时候呢，手就需要移动的稍微大一些。右侧呢是一个空白的假按键以及启动开关，圆形的呢是模式选择，用于调整仪表中的小计里程。空白的假按键在早期的车型中应该是大灯开关，但是现在几乎都使用长明灯了，所以那个按键就被取消了。所以我们一起来说一下仪表和灯光。机械仪表带液晶显示，确实是传统与创新的完美融合。机械仪表给我十足的摩托车的驾驶体验，而液晶的部分呢，显示时间及公里数让我一目了然。其他比如油耗啊、行驶时间呀等等功能，通通都没有。但是我发现没有了更多功能后，我去切换仪表的次数也在减少。加上这台车的颜色和这个仪表的背光无限搭配，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的漂亮，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。灯光方面呢，车头大灯使用 LED， 夜晚铺路效果非常的好，但是转向灯以及刹车灯都是卤素的。不过呢，良心的配备了 LED 的日间行车灯。说了这么多，让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这台车的声音吧。
这个灭车的声音也算这个车的特色了吧。总的来说 ，Vespa LX 是一台非常适合城市代步的小踏板，车身紧凑，操作灵活，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下班买菜，又或者是周末出游，我认为它都能轻松的应对。再加上它经典的复古造型，走到哪儿都是一条亮丽的风景线。而刚刚骑上这台车的时候呢，总有一种嘚嘚瑟瑟的感觉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南城华先生，萨瓦迪卡，再见。